就是有种感觉，就是第一个回合掏羊反而是不太好的。对，因为羊的话容易被阵容针对到。所以他直接不去大房啊，选择去大门，骑士直接挑战一下我们的理查德大人。绿茶。哎，他是预判了一个这个平 A 猜对的。对，一个出刀，然后后面也没补。太上预测对了，也就没补。可能是离得太远了吧，超范围。一个技能再补一个出刀，技能对了，哎呦，一个小可以哦。哦呦，再加大胆班，应该是要杀手里，但前面有给刀，他应该知道他是预测的出刀了。对啊。对。但如果我骗他呢？就是我大胆办以后再预测的这个相持，你不炸了吗？那很会预测了。又一个出刀 ，OK。哎呦，好会预测呀！这位好准啊，3个战术viên，但是没有第二段。但他第二段没预出来啊，他相当于3个头盔塞了4次呀。对，能吃闪，差2次哦。哎，也还可以，也还可以。我有刚才闪过去，他第一刀空，他第2刀甚至都不出刀了，他绝对一定会翻回去。好稳，确实。跟这种男人谈恋爱的小心啊！只能说萨索利溜的还是可以的，他太会拆了。这个骑士的话，跟我可以说是平分秋色呀。不相上下，难分高下。我还记得我在里奥的回忆猜了6次，6次都错的拉响师。拉上可能猜一点，这可以给第2刀了。拉上的问题是吧 ？OK。哦呦，这个路易没交出来啊！对，开2阶了，而且开了2阶人更溜不动。确实，本来我感觉歌剧就没有打算26了。在角落不干扰机，但是大房有一台啊。而且他们这个阵容回状态是一个小问题啊。那莫尔斯没像陆地，他这个状态有点尴尬。对，感觉是个大问题啊。刚需搏命给他带走的。搏命太多了，除了骑士都有搏命。对，没想到唯一一个追的骑士是带着双弹。觉得他们还想再救一波。回溯过来了，520苟住了。前面应该是能稳救的。对，有悬停能救的。悬停好快啊！哇，好快的。那哎呦，这一波无伤救，感觉他这个悬停飞的距离咋比别人更远啊？不就想说我吗？是不是？哎，你看你这人老把人往坏处想。不是，你还见过谁的飞行家呀？就你那个第一飞行家鸭哥，这飞行家不是跟鸭哥操作一模一样吗？飞行家有点那种，那还是有所斜着飞的，有所分别，斜着飞的那种高射炮的感觉啊。就飞出去，第1段喷的时候摁悬停，3段就后面直接可以接连着喷出来了。确实，它是喷悬喷，就这种。为什么不争4人开门战？这个机子争不了4人开门战，大房的机子还是要补的。如果是4人开门战的话，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如果他要争4人开门战的话，需要把这个骑士给召唤回来。对，我觉得以后可能第5人格会出一个角色，就是他可以使者附身，你知道吗 ？OK， 通灵师嘛，已经挂飞的人，对他可以让他在场上再存活一会儿。如果你在存活期间出门的话，那也算你一个人靠。那是怎么来？有没有可能发展到那种3体人时代啊？不太会吧？那太夸张了。我有一个强行过板，击倒了。看起来还是平平的，很安心啊。但是这木偶师刚好是有回光返照的那一个啊。对。感觉虽然说第1局还没结束，但已经整个系列赛都有这个味儿了。确实。有没有可能打到一个没有回光返照的呢？那个技能有个伏笔啊，就万一这个人已经退出去开下一把了，你有机会，他没有回光返照，可以他换追了。对的，没有回光返照的人，那不好说。多抓的点来了。但带着个飞轮，
你有回光返照不交吗？可能想着再秀一波，因为新排一下怎么说？能不能秀到文鸟这一波？让他感觉撸费劲。传送，先压迫一下。传送过去看怎么头消息。哎呦，哎呦，现在必须得回速了，不回速的话回不去了。回吗？ OK，那也回不去了，我觉得他不会。距离砸下不会去就不回去了。已经很难回了。先在这把人秒了，然后再回。哦，飞轮顶掉那可以啊。哎呦，好酷哦啊！呦，这么帅！哎呦，阿斗，太会操作了吧？那最后吃个超我大油有点难啊已经很成功了。挂上这个人，那边门应该也来不及拦了，是的，就平局了。保平了，飞轮点门，还是没有做到吗？不让踏路。正常，平平的正常，太正常了。老伯下面的名字放错了，又紧急撤回了。他把选手的那个摄像对，那个头全都撤回撤了。回了。I0的导播是能够很敏锐的发现自己错了啊。嗯，你看我们 I0 这边可能还要挂很久。啊，好，来看看啊，一个本体分离，疑似人飘荡在半空当中啊。怎么去大防这一次人？在2楼应该会感觉很难追啊。高低差逃片。已经这个地方放下来哎，但是没卡掉。哎，这个地方能卡掉吗？话说，他头对着外面了吗？对，好像反了。那有点难受了，被骗下来了。能被架住了。 37的侵蚀度挺多的了。但是好在没有被反绕，对，而且还是感觉能进板。无有，哦呦，差一点，哦呦，这一抽，差一点点。距离不够，要是够的话，再往前多一个身位就抽到了。你们现在是几秒？走了。我们现在是53、54、55。为啥比我快1秒钟呢？差不多，差不多，那你可能正常1秒可以接受。哦，直接变路易了，这边守墓人也不修了，闪现好了，一会儿不会光下就吓到了吧？哎呀，好亏刚说我就啊！吓到了，对啊。那木偶是相当于没有用，路易没有用了。他前面教那个路易是防闪现，他们机子很快啊。防闪开。但其实我觉得没必要，闪就闪开吧，然后剩下半状态还能操作录一下。对。好，这波的话，感觉要终结还得需要20秒左右吧。还得要闪。这都接近不了，近身不了啊！你看又卡了，本体又卡膜了。他太想去干扰外面的机子，但是你这边外面附身一下已经开了呀，没什么太大的意思。对呀，差不多了，然后本体又没反绕到。闪现的感觉前面交闪要带走了，但是好亏啊！这样。谁呀？修的这么慢，还没开。2分钟了。这木手修这么慢。 M 第2台了，好吧。对啊。但是艾维可以接受，是艾维可以接受。可以接受，确实。刚好是一个对角线。对。守墓人还得提前过来。哎，这边。哎，疑似人不干扰3板吗？找错机子了。坏了，那这个疑似人很会飘荡了。坏了。旅行疑似人。没事，又找到了。这台不是最后一台啊，侦探第4台。侦探正常把人救下来，然后没有双倒的机会，而且我感觉巴图鲁甚至有可能能牵制到，没可能了，因为身上有侵蚀度2阶了，那就做不到了。对他身上刚才有2点侵蚀度救下来，他椅子边上有一个陶片，对，只要能碰得到的话，走直线是能躲的，只要短按吼不空就行。对。再加上2阶，你传歪就行。远程来个移情，让守墓人再救。我感觉有一个那个节奏的说法呀，家人们。那个节奏吗？哪个？感觉有可能是进入到第3局的一个节奏。本体传过去，但本体传错没关系，再传1次，把人逼走，然后疑似人在后面等着。而且还能卡一个2阶，传回去的时候有2阶。对，先计数一下落地，可以看看木偶师25的侵蚀度。急速，但这一波可以直接叫路易被砸头了，完了！哎呀，被砸头了，不是被砸头了，快起来了，哈夏，被砸头这个，那木是活了，木是活了呀。
那密码机插大房加210窗，对，直接一如果切。他站在那边的话，还是修不了的。哎，而且还没吼到这一波，完了，上挂飞满状态了。完了，有点难受了。那得重新找鬼中会没有用啊。对啊，这大风大把，鬼中会但是艾维感觉还是挺平的。真的没事，他能拖到吗开门站？有闪，想点好了，对的，然后就平了。难，感觉难啊。哈尚的努力是能够打出平局，但打赢的话得要存着给大节奏。但主要是这个心理防线是不是有点坍塌了呀？这一波下来，这倒也是，给砸头了。滚如老狗那么久的赛场经验，这种坍塌的。好没坍塌吗？哎呀，那短吼空了坍塌吗？不坍塌，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也没事儿是吗？对，道心还没到破碎的时候。没碎吗？真没碎啊，这有啥可碎的？打监管不都这样吗？反正回来，210窗应该能先开。但是他疏吸好了。哎呦，哇，他小说家还真敢吸呀！对啊小说家也能吸吗？那没口，他以为他也能吸啊。外面重新开了一台，都已经70了。对，比赛里是不太可能上约瑟夫的，现在这个版本不太可能，没到。还留了一本隐喻到开门站用。但大门的机子也修好了呀，艾姆克到时候可以再救一波，然后去看能不能亮。哈萨估计是一定要走的，哈萨本体都是卡那种视角的去吸，对，就是那哈萨已经准备好打开门战了，感觉吸来吸去好像就只有先知是最吃亏的那个吸。对，而且先知吸的最慢。但先知那个确实比较厉害。这么说针对到了，但是隐喻已经好了。那没关系啊，他如果想拼的话，可以直接把医生招回来，2阶直接落地，小说家是必死的。但是这样的话就3了呀。但是那边的门不就没法守了？要打空场了。对。巴头鲁出来了，但是巴头鲁不能管。管吗？管了，想秒99，哎呦。那就得直接宰了。对啊，不是啊，那管的话，异森人跟本体都要去另一边，大门是没人管了的。是的。然后木偶是一直开自己的道具，就不会被闪死了，另一边门的进度就能拖出来了。但这个门好像不太够啊，还是给到了一个闪现的距离。擦个刀，这里挂飞感觉差不多够了呀，门能开啊，感觉门能开。得挂的，不挂的。不是，他们还有2个飞轮可以硬点。对啊，结束3跑了。有飞轮垫后直接飞就行了，然后守护人自己下踩3跑了。他最后一波是不能把伊森拉过去的，拉过去的话就基本上就是确定一个3跑了。难不成又加赛了吗？现在还没有，第一回合是5比3啊，第一回合5比3。什么话？上大船？刻板印象，怎么 AWG 就一定要加赛呢？是说怎么2就一定要加赛呢？是 N。这是Mco 的有机会吗？哎呦，第一刀很快啊，表现度很高啊，好像他把人逼下去了，那这波悬停必须要交了，得往外面拉。感觉 Mco 这边有点大事不妙，哎，不过又回大船了。对，回大船那还可以，这个反弹，先交掉这个。哎，不过他断隐月了。对，但还是骗了下来。能不能拖出下一个背包啊？应该可以吧。还有1秒钟飞轮，3连喷，但前面这个位置不太好溜啊。但是上这个板子没有隐月的地方。看闪现，哦呦，有点着急啊，这个闪，这个 A 闪有点着急啊。而且这个 A 闪是有点慢了吧？他等刀气消失了，他才闪出去了呀。对，主要还是距离不够。说实话，Mco 这也让他秀起来了。主要还是哈萨给机会了。完了，这波3台了呀，再来个长板，哎呦，还好抽到了，还好。不过这哈萨有点急啊，有点着急啊。平面还是有的，感觉不是有点着急啊，感觉是相当着急啊。要看你换你进游戏，对面已经修了3台一半了，你也急啊。确实。
这一局的话，因为是个湖景村，感觉保平面还是有的。嗯，湖景村太对，湖景村太难溜第4、第5台了。对的，除非还能溜，应该溜不了。感觉能溜出化险为夷，怎么说？圈。哦呦，还真这不行，咱就踩了吧，要不？哎呦，拼回去了，博弈啊！完了，炸了，真炸了！完了，毁中之毁，我只能说。这板趁着化险为夷的期间给他踩了呀！你化险为夷期间对吧？你无所谓那3秒5秒的。对呀。给他超了这么久，多溜了这么久。巴图图已经就位了。湖景村可千万不能被3炮呀，要不然队友压力爆大。但是好像也能平，最后一台机子不够。除非扛刀扛的贼好。过来上化险为夷。给刀 ，OK， 没问题。直接帮扛。开扛，这里又是一个双连板，扛到爆。能砸到还能砸不到，砸不到。还不如刚才扣个球呢。哎，传送。对的，有希望虽然看不见。砸机来了，扣球来了。扣球，动手，没扣到，完了。哎，没扣到，嗨。那没办法了。但是有空军啊！看这把枪，有空军啊！空军拖一把枪的时间。是的，这里必须要打空军2刀，不然的话空军一定会开枪救人。有点急了，这飞轮感觉拖出来了，4人开战了。他一会儿倒地前交一把枪，感觉都够了。那不够了，那不够了呀，那起不来。不是，为什么不倒地前把这把枪交了呀？对啊，为什么一定要去翻那个窗啊？对呀，走空地开枪，然后来了，哪没有？还有操作吗？还有操作空间吗？还在播。哎呀，那完了呀，那保平了呀，那保平了呀。喂，不好说啊，说不定还能3呢。有个杂技在点门，除非空军再有一个大失误啊。杂技点小门，那就是这把枪交出来，还有枪，没办法了。我骗，不是，他是想用出刀硬接子弹是吗？哦，刚才 Angle 是没有和反照的，Angle 是没有和反照，所以交那个枪，他也起不来。对，平的，得去摸起来，所以只能拖他的。他只能说把那个自愈时间拖一下试试。那为什么不可以开完1枪之后直接过去摸呢？哎，你说有没有可能？哎呀，怎能溜地窖啊？哎，没事了，第3段没摇到，没事了。对吧？刚那波空军其实可以走空地开1枪，直接回头去摸的呀。也是摸2下应该够了。主要还是那个飞轮没躲掉那一刀吧，就交个飞轮，然后交枪，然后满血回去摸，有机会摸起来。对，那这样说的话，哈夏还是做到了呀。保平了。看一下找萨索里，居然敢直接修，好大的胆子！上把被他拆了6次，对了5个还敢追，基本全中，又开始了。哦呦，你猜的技能，直接打，直接打，哦呦，哇 ，OK， 破招了，好会猜，破招了呀，还真是，那有点炸了，这平地直线打1刀。那不毁了吗？然后传古董商拉近身位，70多超级多，63很危险。萨索里这一波想玩个花的，像风技能，但结果把自己又来啊，又被文鸟给预判到了。文鸟已经渐渐的摆脱了萨索里的这个预测了，已经有抗性了。啊，坏了，秒了，完了，没有，现在没吃。猜平 A， 很急。但是有闪呀，能吃，对，能吃闪，那还行。但是这个击倒节奏也很快了呀，说实话。一般来说，你艾维起码得追个2分钟吧。对。哦，这入殓师还想过来瞅一眼。中好。我感觉这么打的话，机子就更不够了。赢面挺大的，艾维的赢面挺大的。确实。
520过来救一下，你相当于入殓师也没修机，520也没修机。对啊，入殓师准备下一波反生了，但反生的意义感觉面对艾维好像不是特别大。对，不算大，只要我不交激素就行。哦哟，还好，还是很危险。97非常极限。想平地追是不能平地追到呀，感觉。能翻不了头，他带追猎的，你看。对的，而且这时候2阶开出来了，人类炸了呀。那能不能反一下呀？炸了吗？哎，不反吗？给了，那应该是要反了，给了。古董商也来了。我感觉挂上，感觉可以摊。挂上之后直接激素就好了呀，直接去激素领救就好了。古董商过来给一个连招吧。哎，古董商没来。不让他传是吗？对，不是，就不让他这落地打不了，让他。对。那也没来啊，走了呀。是啊，所以说呀，跟不上，没办法跟不上。那很不会跟了。到平地。飞轮，但是还是。哎呦，歪了呀！大高里，歪了呀！他这飞轮贴着墙蹭啊！对，飞轮撞墙了。外面的直线出圈的，跟没直线出圈。走的。古董商怎么在那个位置啊？古董商也不管了是吧？这事儿。那这把机子感觉差的比较多啊。下一个人得不管了，想保平呀。真的保平吗？有点悬，我说实话有点。开门战难保，说实话，开门战如果有开门战的话，会比较难保。那时候有闪的。你看一下阵容，古董商哪怕有道具，心理就像入殓道具没有的呀。确实。没道具纯白版开门战不是被艾维秒了吗？没喷到。过来没喷到，想打一个高侵蚀度，然后秒。对。大船也在修了，得拖一下自己的闪现。这个位置感觉直接要持刀，很危险。哦，回头盖板漂亮。哦哟，可以哦。但侵蚀度到了，侵蚀度到位置了。这边喷回来，能吼回来。对，能给刀了，然后给刀就可以开始控状态。哎，给不到，当飞轮。那再等一波节奏呗。感觉机子要直接亮了一会儿。机子要直接亮了一会儿。因为他们要抢在传送好之前亮。闪现好之前亮。压好了。给到的可以亮了。闪现80。开始漫长的控门，开始拉出小门了。那感觉这样打的话，应该要平了。主要他本体一直站着没动，他也不敢去追入殓。哎，直接传过来想秒吗？秒不掉的。秒吗？打断。哎，怎么是这样去喷啊？怎么本体吼一下什么意思呢？本体吼，然后切医生没吼。哎，医生这波也没打断翻窗。这一波操作是在。这两波操作是在。不是很懂。那他现在感觉金子值，感觉很难赢了呀。赢不了的。那就保平了。这个是中后期经典文鸟对局。然后接下来就准备第3回合，再5-3翻回来了吗？啊！又撤回预言。这对吗？这个就是 AWG 他们常用手段。因为你看现在剧情更这儿自信。好，直接去鬼屋抓 GG 的昆虫。对的。我们来看一下，直接选择了一手在窗口等待。翻窗下去。
一个，哎呦，很准哦，一个盲放的这个双惊喜，而且直接进 CD， 伊卡蒂娜很稳啊。想再盲放一波吧，估计是。哎，但是要打虫没来得及。如果打虫也要上3颗球，那不炸了吗？这太离谱了。本来就打不过，还怎么打？那他正常还是你会策划？哎呦，这波只伤到1个球。对，哎呦，第二枪拉的有点急了，这板台没消他就拉过去了。这个双重惊喜怎么老是单重惊喜啊？要等下一个双重惊喜。这个惊喜没那么大了。确实。下一波感觉有点被昆虫玩弄于股掌之间呀。哎，小鱼行。哎呦，在另一边。哇，坏了，坏上加坏。打不到。哎呀，完了，感觉有那味儿了，家人们。还能翻过去。还能翻？这不是毁了吗？这虫子一拦，大胆翻呀！那很会抽刀了。这怎么过百呀？这学校完全没有过百啊！这能躲？他吃了第5个了吧？这双惊喜是4个还是5个了？3台。现在已经10重惊喜了。对，才第1刀。还差最后一个粘土舞台。10重惊喜拿1刀。他还能溜啊！他还能溜到下一块板区，然后把虫叫出来。不得不说，感觉要那个了，家人们。那个。哎呦，这没打到完。还在躲呀！完了。完毁出毁。他放了6个双重惊喜才把人给打倒。12重惊喜啊！12重惊喜来了，我感觉剩下3个队友是我应该很有机会3跑。OK。感觉剩下3个队友换成鸭几锅锅、林志伟区区和慵懒兔兔，应该也输不了了。那万一鸭几锅锅救人正式怎么办？葬送一轮轮不是打全消了吗？这波救人怎么说 ？OK，双倒了。说这波救人。慵懒兔。OK。那很会蹭了。慵懒兔双倒了呀，给机会了。哇，对不起。慵懒兔交球然后双倒。没事，我们来看一下 GG。哇，直接爆掉。哎，好像能平哎。对，你还真别说，这个双倒少一个人补机子呀。对的，我还要再过来人，要么就直接卖了。都怪我救人不应该双倒的。都怪我不应该打你双倒的。确实。开头的位置也直接被派出来了。直接隐身走。在这边没有化险为夷啊。哎，可以啊。就在说。还能秀吗？GG。不行，做不到了。哦，哎，那前锋来了，秦风，直接切！哎，不能！哇，这有点猪一点用没有啊，真的是。可惜。好，指桑骂槐是吧？但是逼了个底牌，但是不过开门战感觉还是比较难3人3跑啊，还是平啊。对，平局的。被他给找到了一个平局的机会。平局的话，哈夏就需要3抓。对，哈夏3抓。有没有可能其实也平不了呢？排到萨索利的位置，叫4抓了。而且压的是起点的遗产嘛，是不是？不过还行吧，外面有半台。对，外面重新开的。哇，屌！空中飞人很帅，但是双重经济还是那个味道。摁等。就在这里硬等吗？对啊，摁等下一个双重经济啊。绝亮，直接通电，而且又没有双重惊喜手椅了，很难受。确实，哇，怎么会拉到门口去呢？这个双重惊喜。先追前锋。哎，坏了，这波拉球把自己给害了，反正。真别说，有3的机会，一会儿蒂娜。3了呀，前锋没自己。能做到吗？
主要前锋没自愈了呀。对啊，没自己有不删的理由吗？确实。那如果他3抓的话，感觉没法加赛了呀。对，是这意思。3抓的话，好像必须4抓才能翻盘。哇，太精彩的比赛了！我先去个卫生间。从3跑到3抓，真的。河公园。就直接去找入殓，然后2楼的话，入殓师已经把自己的灵柩放出来了。哎，直接跳下来了。但是哦，经验不够丰富啊。对的，没看红光。剧本写好了，一个正射。完了，这不会直接持刀了吧？把巴多鲁震慑了，然后移形回楼上。不过正好拐过弯了。那为什么不叫绕场谢幕呢？刚绕场谢幕感觉有刀了呀。哦，这刀也判定到红球上了。对的。就在红球上里面打。哎呦，可惜啊！刚才绕一下有刀了，然后下一个双人经济可能就秒了。对，哎呦，这里也急了，你再拉一下，给刀。哦，给刀。亏好多，因为本来这波是有机会打双球的。本来这里已经打完了，然后脸上的棺材根本走不远。那等下一个双人经济。哦，飞轮躲避。然后红球封板，绕场先过击倒，非常漂亮。可以，这个击倒节奏，说实话，4抓点应该是极其微乎其微乎其微。有的兄弟有的救不下来，救不下来就好了。有的兄弟有的救不下来吗？火灾。你说的是 AMCO 的火灾调查员救不下来吗？好吧，那第一波飞轮的火灾吗？第一波糟糕了。双人机为什么不复用了？飞轮顶了 ，AMCO 不留活路呀！太秀了 ，AMCO 2下。这波的自己反，倒远一点就好了。3下。有移形啊，把移形吃出来可以了，把移形吃出来，这基本上保平了。等到淘汰入殓师的时候，密码机已经就只剩下最后2个半台了。是的。有点难受了，真难死。大概打火灾一个双倒的话，还有点机会。他难道想从这里跳上去？现实的壁垒狠狠地撞击在他的脑门上。是的。前锋再来，那感觉外围立马下。前锋在拉球，哇，还撞到了！撞到了！对。IZ 这一波是交了2/3的球。移形跟上。但还是很难呀，刚交了移形，一会导致人无法挂。对，移形也逼出来了。坏了，这个双哎呦，我的天，这能躲？这双经济可以拉过来呀，拉过来再上一波呀！哎呀，为什么？哎呀，总感觉慢一拍啊，哈萨的一个操作。是的，他就跟我的直播延时一样。原来是这样吗？就是密码机已经快够了。对呀、啊，而且移形也交过了，他们那是没技能的。飞轮，再顶一下。感觉他没球了，回去挂了。他们那没技能，基本上保平是不太有问题的了。但是他要4抓呀。密码机已经马上压好了。有一点，我方前锋 VS 敌方前锋嘛，但是我方前锋赢了呀，感觉。
这地窖就在这个滑梯啊。你别说，能走吗？有点悬，毕竟是个2级分销，不太好走。这个点位已经算架住了。OK。哦，没办法。统计震慑了一击，门还没开。能走，但是硬点，能走的，没有冲动惊喜，没挽留。哇，这个心理能吃3刀，这个心理。对啊，太恐怖了。回去挂。这真拦不住，拦不住。你说有没有可能 A 子能起来呢？没有，难吧？没有做到。他只想赶紧结束，赶紧下播，不想起了。主要距离也确实不太够。对的，那么带 K 的都厉害。全息是立体的那个。好，我们来看看卡基里啊。我也在期待今天会有往独洞走，脸上谁？祭司没有发现鸡鸡，左边还藏着一个，看得到吗？看到了，应该能看到。看到了，看到了，但是打洞走了。再上来先逼一个洞也不亏。对，很快，主要是哎呦，这技能起得很快。敢抽刀，哦呦，很会博弈了。抽人者必备杂志啊。不过这个笼子识别度很高啊，回头就是拦住一刀。对啊，那砸人者必备刀之啊。再一个长洞，还有笼子的机会。下一个笼子能不能架住？小王子想过来扛一下吗？哎，香水啊！那可以闪开调枪也可以，然后这样的话调枪也能杀。哦呦，好赚！哦呦，好飞轮，一个飞轮上车，不上吗？车的时间要差不多到了。哇，好博弈啊！GG 这一波。对啊。对，但是还是被击倒了，而且这个击倒节奏还是不错的。从结果来看，调香师是倒一场了。调香师手上是有一个化险为夷。调香师可以依旧。要胆子一踩，还好是没通知到这个调香。而上车能拖更久啊，他的维龙他已经没有能力去折掉了。对，因为刚才维龙要消失了。等到车开，然后再到站的那个时间也挺好。因为那样的话笼子一定会结束。我又没交出来香水吗？又没放香水，好亏啊！这是什么战术啊？不过这里选择这样拿祭司，倒是在。看开二阶吗？还是干嘛？这两个维龙球，不想他给到一刀，带走了。还想继续干扰甲门这台。再挂回去呗。秒挂啊！争一下时间。哇，调香被攻击到了，还有手啊！哦呦，飞轮反应很快。那个飞轮很有用啊。是的，等一下香水笼子先拆，手一波乙。这样的话又是干扰2个人。还那个刀。这样让祭司没有办法溜起来，先打个针对。什么节约留调香吗？那很省了。那接下来节约的就不是道具，是命了呀。下把5个香水。密码机的声音挺大。那最后一台其实挺危险的。这波赶路有点失误，突破口会比较大一点。在脸上看到了，应该是知道了。因为他喜欢钻1次笼子拆1次，钻1次笼子拆1次。他如果钻2次笼子拆1次，他不是可以省1次拆笼的时间吗？对啊，他这样主要第一波是必拆的，第一波没钻进去。对。脸上这个人没排到，只能去管机子了，是半状态人。管一下 S 版这台密码机，最后一台。主要是深追调升的话，密码机会掉得很快。
哦，找到了。有一个路易开始硬拖，然后我们不打，哎，还是打了。对，最后还是打一刀。再把道具逼出来。2个笼子，这波2个。还有再射第2个。但是有点来不及了，时间。该到了。对。还有传送啊，直接切传了。传送过去，不管木偶师。哦呦，这一刀很快。这飞轮也没摁出来。你觉得他这个调香师有点不太熟练吗？是，这有点不太熟练嘛。还是太给到一些机会了。跛脚羊的出刀速度太快了。确实有这种可能。外面还能逼个绝处逢生。我估计太久没打调香了，跪着不适应。坏了。耳鸣很奇怪。这个点没排出来的话，感觉他应该这个点比较难排啊，感觉。他一直以为卡在这个建筑外面。哦，断了。OK， 人家发现了，但已经下去交了魔术棒跳下去了，能看到脚印吗？看到了。补伤。哦，这刀打到调香师了。对，那也可以精准的。接着挂，这样的话攒愿力也可以的。在调香没有回光返照。对。我是再下来救一波吗？看到人了，直接打，不小心盲压好了。魔术师有回光返照。落地刀。哦，打到了，是魔术。那这样的话，一个3人看门战。这波地下先找魔术师，哎，但是被车撞了，有车，完了！啊！我看到那个车开过来了，怪起来了。那以前刚好说，这个车总是要撞人的。我们走了。硬币，家人们。这要不要偷袭一下？偷袭一下条，好像没关注啊。但是第2个笼子关注，哎，也没关注，笼子也没关到，完了，完了，感觉要平了是吧？有点裂了，完了。留这个阵容还是打出效果。哇，好飞轮！哦呦，这飞轮关键飞轮，艾米秀起来了，出来。卡 K 里有点着急，这也能钻？不是这怎么钻过去啊？这个地方看着没墙啊。坏了，是不是我们开局把卡 K 里给奶死了？已经能感受到跛脚羊沉重的脚步声了。上来先追谁呢？要去 S 版可追。他赌了一下，他觉得这个阿斗会漏来双击，结果压根没来。那就直接在 S 版开修了。晃悠一下，看看有没有追的人。老次娜已经到了独栋里面，开始玩手机了。哎呦，过来看一下，他是马上满了，原力值。要不行，下回带个淬火呢，要不？堵在最里面，根本找不到，这市场感觉像捏手里一样。感觉好像只能追前锋了。Mono Producer 可以一试，飞行家。哦，这个笼子哦，双笼子有想法，很有想法。堵住了，有刀。哦呦，可以啊，感觉能秒啊。他这个笼子刚好中间不是空地，你知道吗？莫洛比这边3连喷没法喷，只能在脚边上喷来喷去。是的，就感觉迫切的需要一个悬停。悬了，悬停过来，正好把这个 CD 拖出来，把笼子废了，翻个板。有人要8只龙了，被骗了，又是慢翻，3个慢翻，莫洛比连3个慢翻吗？3连慢翻是怎么做到的呀？那很急了。脸上还有修，那有点太慢了。踹掉，这脚踹出去，这是输上，直接没了，输炭了。给到一刀，正常把人救下来，其实不救，不着急救。他想拖一下这个淘汰进度。阿斗很有想法，但是这样的话还得多交一个路力啊，这样的话还得多交一个路力啊。反正你交状态。不过也不亏啊，这样救。摩洛皮
还能做到吗？能不能咱们来个戴罪立功？但是木皮的板子下来是有 debuff 的。OK， 那还是个黑龙，没办法。但是前锋上班了，可以硬拖10秒。到时候给个龙字还能消耗40点愿力。是的，而且你给这个龙子的话，你就挂不了这里，你能挂到另一头 S 版那头，还得浪费自己时间。前锋刚才是不是想拿球冲出龙子呀？有想法。现在已经消耗了一点肥皮。但是我下一波救下来肥跑，又该如何应对呢？只能下一波直接跟在笼子里面扛刀，对吧？陪跑，因为他现在阅历值是不够的，你交个笼子去手椅，哎，能掏吗？这个位置，钻走了，还回来再等一等呗，压满一点呗。你这笼子快消了再钻回来。隔墙相望的2人，原地小陀螺，漂亮，感觉机招，但是能赶路追上，他俩直接都在笼子里面。帮拆帮扛，对，帮拆帮扛处理不了了，永远不分开，直接帮拆，这个龙再钻不过去，哇，小黑龙还没钻，难受，要帮忙下板，阅历值最后一个笼子了，但这个笼子放出来，密码机已经够了，前锋已经准备撤退，压好了，前锋没有国王反照，让猫不是留着自己吃这一刀就好了，那就准备4人开门战了，给他一刀。开门战进入够了呀，愿力还不够啊，马上够一个笼子。但你放这个笼子，它还有一个喷气背包，可以继续拖。哎呦，放不过去，还没法切闪，因为切闪就只能留一个。是的，没法切技能，另一边的门但是挂上之后也够了，对，绝对够了，绝对够了。挂上之后够了。只能说市场的多少真的3跑了，差一点。可惜子。唉，还是让你们做到了吗？上了个厕所。直姐的态度就是这么的不耐烦，这位观众，他不想理你。不要尬黑，我就不想利用懒兔。来了啊，追的是谁？阿斗，魔术师，3根魔术棒，回速过来，第一刀，哎呦，感觉前面是可以翻的，但没有第一时间去翻啊。可以翻呀，这个回速的距离有点远，这刀吃的好亏啊！而且是个双弹飞轮的魔术啊。对，没错啊，现在所有东西都在冷却，除了魔术棒。好亏。哎呦，这个点位断影了，如果不断影的话，已经杀了科塔米。是的，不断影杀了。这怎么能断影啊？没事，闪现还是要跑的。但是他本身可以在闪现好之前15秒就把人击倒了。是的，还是想安慰一下。在找补，疯狂的找补。OK， 飞龙片脚漂亮！哇，哦呦，感觉这个飞龙片的好啊，恐怕难以招架呀，恐怕无力回天呐，恐怕呀，恐怕大势已去啊，恐怕久病难医呀，恐怕滚滚长江啊，恐怕身不由己了，恐怕没有实力呀，恐怕骑虎难下了，恐怕很难受了，打不动了。你这是成语吗？你别管了。说实话，真的这样的节奏太难打了。是的，但是也没有关系。不会是注射吧？哦，有点危险。No producer。说实话，这样的节奏已经进入到那种什么再有实力也没有办法翻回来的那种感觉了。不好说。但是有没有可能也能保平呢？真保平吗？不好保平。不好。看他压满位，就是那个人掉不掉状态。伊文，他们说伊文恐怕江郎才尽了。赞同啊，赞同！不是我要说都跟你们抢完了，我能说什么啊？说明你的文化储备还是不够啊！为我花生，再多学习学习，沉淀沉淀，还需要再修炼，还是要再沉淀，让我们顶峰相见。对吧？就算再救一波，我觉得也还好，因为他们气象可以暖一对，他歌剧已经好很多了。主要手里还有个魔术棒了，努力一下呀。这最关键的是，人都倒到快靠3板那边了，可塔米还把人给举回大门。哎，一个强风
断了一下。闪现，哎，闪现，闪现空了，反弹还在空，反弹成立，拯救了阿斗。那么5秒钟，阿斗可以回去补状态了。OK， 突然之间那个3抓局又少了一点了。是的，他把闪现感觉这个闪现交了，感觉平局面要多了一些。那说白了很有实力了。但是他没有通缉啊，他不一定能找到2个调整状态的人。半状态的气象确实不敢下雨。我感觉刚才气象那个风也没啥意义，气象应该把人往大门推，让他往那个集装箱溜啊。对，距离拉开的时候还能给他小控制。是的。我卡红光，直接追大副吗？说是。这一刀。回速先拿一刀，看大副能不能秒的话还是比较大的3抓面。这个要交表了。但是又卡掉了。那边已经在下雨了。下雨他不追，要不要过去把雨拦一下？但他隐约断了，来得及吗？来得及。这个时间赛跑，修娜感觉要硬回啊，这一波。雨下不完了。还有飞轮要硬回，他会硬回的。上了好飞轮。感觉这个气象学家有3.5倍压挤蝈蝈的操作。3.5倍吗？这么精准？3.5，差不多吧。但是还是要倒呀。还没倒呢，别干。哦呦，一个强风，最后的波纹了。前面还有快板，恐惧震慑，恐怖的一击，密码机不够呀，不够呀，说的不够。但是大副还有怀表，能现在救一波。但是大副这能开吗？大副这边，大副没修啊，他已经很久没修了，其实。对。看一下排一下。你们排到大副的位置，关键这个气象下雨是可以针对的，他没有回光返照，但是 Kotami 选择放手一搏啦，来吧，追空局吧，啊，防守一波，撤回了一个放手一搏，不知道，来了，排到大副了，这里如果蒙出来的话有说法的，蒙出来没有？哦，没有，蒙到吗？这个。再蒙，我还蒙，没有，再回头，我还蒙到了，但30救下来，够了，开了，密码机也够了，那选择直接追大副，摸到皮，那就是赢了吗？剩下的位置在后面没到去啊，对啊，溜不动的，气象走不了，把人往大门一挂，撤回了是做到了呀，扣他米。难道要来了吗？钓鱼吗？钓鱼？你去哪呀？我偏向于钓鱼，不用钓鱼，他直接去抓鱼不就好了吗？快回头啊！还不回吗？快回头啊！人已经在点了，扣他命！不是，我没被空交枪救下来，有机会3跑的啊！这个六不太好交枪，别给机会，别出刀啊！杀空军啊！这怎么平啊？平局应该有了。哇，那空军能进板！哎呦，没抽到，大副要走门了。过板 OK， 有传送，你不要我大炮，不要！请问你这都狗他咪，你选择挂人吗？你这家伙，不是硬逼啊！他不是看了那个气象往大门去的吗？他看到。第一把非2比0的对局，但没关系，如果第3局拿下，还是有2精神。是的。小木屋打击，必须得封窗啊，先封，不然追不了。一个回速，这个回速感觉拿不到刀啊，前面还可以再跳个球。这个从左边绕了吗？没有。哦。这短板有机会。这个 CD 最后1秒能打吗？还是做不到。这个跳球可以，那这刀晚了好几秒，可以的。这样的时间让杂技能够把自己的球续出来。小木的窗也是解封，这个得再封一波。啊！他们说我的直播间断了，家人们。
气象再过来补一个强攻。我直播间看啊。可以啊，可以。想保一下，保进300。我去100直播间看吧。应该是撑得不了了。OK。哦呦，想扛，自己追啊，直接追气象，怎么说？对，追气象再追一刀。捞他一刀呗。把强攻逼出来也可以，对，逼道具也可以的，够了。这波真够了。做到了吗？哦，气象被通缉了，从那边过来的。脸上被通缉了，我觉得可以直接冲啊！外面的人这么远，这不直接捞他一刀？这波气象救不了了，救不了了，气象，接着追，继续追。又一个气象瓶 ，OK， 只能让大副过来救人了。但是来不及了，他们俩的位置太远了。是的。这个卡半是卡不了半，所以刚刚可以再去捞一下气象。但是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只有闪现，最终还是一个保平呢？不好说，因为机子不够。对，机子差的有点太多了。闷到了，完了，毁了，完了，这个人救不到了，完全没法救了吗？救不到了。不是，看 KD 这把说是能打赢了，能赢了。要什么底牌呢？我如果我在开门战之前把人全杀了，我还要底牌干嘛呢？是不是？你别说，你还真别说。而且这个气象被通缉了，半状态一点道具都没有，直接秒去他节奏啊！前面2波保人让他自己道具消耗太多了，烂完了。没错。这个卡基里这个手艺真有点东西，直接过板刀。卡基里打破了 IZL 歌剧每次过板必先抽一下的这个规律。我总结的是吧？给了气象一个措手不及，好吧？好，你这么说。那这边大副半状态没有时间调整，那感觉这局应该没有平局面了呀。慵懒兔为什么突然又淹水了？什么？我直播间好像网断了，说是。不是，我说你的麦克风突然又泡水了。又泡水了吗？是吧？感觉要奔着4抓去了。可以在外面再来一刀，然后再回复。OK，博弈到了，想来个电板组合，已经过半了，直接必救了。卡基里，是的。飞轮还在拖，啊，打椅子吗？你这家伙。对，打椅子，但是能针对到也不错。也可以，那这样的话也可以。还有一手电，只要先挂飞一个再说。没事，外面还差3。这个就可以压囚徒啊，可以压囚徒啊，压囚徒拿到状态，囚徒救不了人，这把不就直接崩盘了吗？不是已经过半了？没事，早就已经崩盘了。已经过半，就看那个电。这个电到也就那样。他把，我觉得可以让他电啊，为什么你放下来又给了一个交互电的机会啊？把囚徒处理掉之后也一样的，真的。密码机还是不太够啊，有2台大遗产，这囚徒一定会死保的，他一定会过来交互电的。那就把囚徒也处理掉呀。我觉得就让他电，让他电下来又无妨，对吧？反正再打，他没电了，你不就可以安心挂了吗？但是囚徒始终是没交出，没电，没想到。来，等等啊，等等，少用找 CD 啊，卡基里。闪，等着呗，再等一等。这么能忍？你没底牌啊？没底牌要忍吗？这个闪现留给大副啊，结束了呀。甚至这天赋都能4抓吗？卡基里。主要也是大副那波救援没救下来，少一个化险为夷的时间。气象也是，少了2个。气象也是。气象也，而且机子太慢了，因为你一直在换位，然后换就是真的太慢了。你就算囚徒刚刚保下来，外面插3台机，让大副一个人去补，不到什么时候去？哎，这么早就交志气了？就结束风筝。也不想打那个战术了吗？那个战术再不打就没得打喽。时间不太够了。哦呦，还盖到可以，砸到头了，这次可以啊，能小拖一点。OK， 他现在只需要等大副修2台就行了。大副修2台，只需要溜到大副修2台就好了。哇塞，好砸！这个博弈可以，这个博弈真可以，这个博弈是真可以。一个回数来得及吗？飞轮再顶一波，这台修开马上只差半台了，感觉应该是做不到了。还有一个电，想电断影月，但是没有成功。等着呗，大副他又不敢修。大副甚至那台88他也没修开，对，卡基里暂时还不知道他在哪。
但这个方向排得很准，猜到大概率在这个位置，因为这个位置箱子是最多的。耳鸣起来了，看到脚印，哎，没看到，哦，看到了，基本上看到了，对的，看到了，脚印结束了。哦，他没留意到刚屏幕左边的脚印，还没有完全耳鸣消了，对，所以他往木屋走，排到耳鸣，那就也能知道人的位置了。OK， 出来了，那这把的话基本上是4抓了，囚徒起不来，大副一块表，交表就脱离你表的范围，然后等着过去，慢慢等就好。对，时间问题。OK， 表也交不出来。我宣布啊，阿克西只荣获 IVO 解说最喜欢的战队奖。他昨天已经被颁发了这个奖了。昨天已经被颁发了吗？对，昨天你不是在吗？我跟安酱跟你不是已经颁发了吗？不太好打，对，但卡兹尼口已经拉远了，他也没有准备去追3。但能看到，哎，好像看到了。到时候卡兹尼口很会溜啊。其实卡兹尼口3连喷还是有机会能折掉的。对，卡兹尼口很会玩的。再补一个，这刀有魔手法。哇，夹缝中求生。哦呦，可以啊。哇，这里其实很危险。全躲了呀。一次性吃2个笼子，可以。血赚了，但是 CD 没好，这里其实可以悬停一下的。说实话，可以悬停一下，把那个下个分析包给拖出来，当时差3秒钟。不过他留着这个分析包牵制下一个围龙也没问题，因为他阅历值已经不够了。再一波喷击背包弹开。哎，3段直接这么交的话，一个飞轮再悬停，顶掉了闪现，把这个围龙时间拖过去。对，可以很极限。1/4的伤害，那还能6，手里下一波气囊喷气背包又好了。对，才好配合，好配合。但是第2波用一个跃龙顶掉了战术意见，然后再回头出刀，刚好击倒。鸡哥这羊可以啊，思路很可以了。只能说卡兹尼口牵制的比较好。只能说被秀了一下。对，而且他这把其实有伏笔啊，因为勇者的回光反招带的不多。这个好恨自己这把没有带失常啊，脸上一台79的机子，好想踹。如果带失常就是另一个故事了。那骑士一刀容易共鸣，阅历值是不太够了，只有一个笼子，然后骑士会在旁边帮拆。哎呦，砸头了，砸头！那没了啊，难收死了。下一波愿力要等好久才能长出来。对，这里直接进行一波 OB， 又砸头，2个板下来，愿力都还没够。还行，抽了一刀，但是也是要多拖一个插刀的时间啊！外面2个人在疯狂的破译。我说还要继续扛，现在骑士是可以吃刀的呀。对，骑士可以帮扛了。对，菜一波。哇，再一波。可以。拿到的是骑士。对。那看这个还能6。稍微拉一下，有一个龙式的愿力。主要也是开了2阶了，愿力恢复的比较快。蓄力刀。没打到，还要再搏。好偏。卡兹内口真的好有灵性啊。他走位太细了。对。哇，这个围龙又脱掉了。那又能拖，还有飞轮，所以骑士马上都要交志气了。不，他能摸他，不用交志气，直接摸就行。密码机只差脸上这最后一排了，我感觉可以让骑士先回去补开了。下一波反正是魔术师过来救人，这排密码机是不太够的，结果拖着强行拖够了。T 哥要不破釜沉舟，来切个失常，切一波失常是吧？对，切保平吧，得切过去了。还是不想切了 ，OK， 切了，用力也够，看能不能秒 ，OK， 漂亮，我针对到了，这一刀针对刀打得好 ，OK， 关键的一刀，对，那就有平了，有平面了，保个平。这波不切时长的话，基本上扛着
我那也没4人开门战，他也没回光返照就是了。但是起码有个4人开门战，你稍微挂一下时间也还行。跑过来把笼子拆了，但还没球钻过去了。一个飞轮还在骗出刀，这一波也是不想再钻回去啊！再钻回去的话又要挂遗产，但是鸡哥这个位置花圈椅还可以再挂上继续干扰。不过外面已经兴起了，就还行。其实当时那一波骑士起来，他应该先来把脸上这台给开掉了，然后开掉压外面那台会好一点。但是也没办法，外面反正现在新秋了，看鸡哥能不能逼救。哦，维龙还掉了，来了一波无伤。那现在又换成心理来扛刀了，帮忙扛刀，帮忙拆龙。打到了心理身上，骑士上楼，那这波应该不太好追了。不过也只能追他了，因为他已经没有能力去追外面的人了。就外面那台你要去管都管不了，要压好了，等你到了就好了。那追心理，哇，心理是有回光返照的，其他2个人没有回光返照，他追这个心理反而是一个有回光返照的人。现在鸡哥只能接受打开门战，找不到人，汉姆斯在脸上，还行，我留个2个笼子 ，OK 可以 ，OK， 直接收到爆屏，熟练度挺高，不像第一周的那样子了，变化挺大的，还是有成长。然后前面还差6格 ，OK 有2个笼子，看一下2个笼子能到门口，人还没开，先把门锁住，真有机会吗？哎，脸上上有人有对，都是过去了。魔术棒，魔术师，脚印能看到不？能看到，能不能猜到？地窖就在狮子楼那边，在点门是过不来的，开眼地窖，但是他好像不敢追啊，他有耳鸣，他觉得会回来救人，我觉得可以追了，这个进度心里已经救不到了，能留住吗？但是3个魔术棒加飞轮，其实不太好留。外面在拆笼子了，3个魔术棒加飞轮，感觉是能够折掉这个围龙的。对，疯狂出刀，害怕，怕他放分身棒直接对，隐身进来，放了魔术棒走进来，怎么说？还在抽。朵莉鼠有没有可能去左边卡个8字龙啊？去左边钻到来了，对啊，有想法，但是晚了。他意识到的时候，围龙已经掉了，那现在已经到不了地窖门口了。这个地方要出刀了吗？一个小加速，要撑2个，还有月历子，但有点撑不住了。还有漂亮，月龙再补一下，又一个月龙穿回来 ，OK， 那这块就极限保平，不行了，没办法，留下了。朵莉鼠刚才如果第一次都可以，看一下，先往庄上逛一逛呗，攒愿力，这个是真不着急。但中场是空的呀，他们中场都没选点。哇，这么近！你看 P 的，这手机离头也太近了吧？啊，没看到啊！刚才那么大一张。哦，现在有了。你看右下角你能看到。现在有了。你看，你跟阿柏那个对比，阿柏放在胸前，P 的放在脸上啊。对。我的天！还在逛，100月历了，马上要满。要回头了，找飞行家了。这地方可以补一个9米笼子，大空地来的，再补一个1得喷了，2，哎撞墙，哇极限第3段喷是躲掉了，还是好漂亮，好神停可以漂亮，围龙给废了，飞轮拉一点距离可以，对，但是阿派前期可以了，吃3个笼子才给第1刀。2，再往后喷，哎，这个位置有点走脸上的味道了，可惜。这个喷到脸上，这个就没有上把好了。对，这个最后一个喷应该是往小房方向走，这样会好一点，但是别碰到那个笼子边缘。攻击到了冒险家，看一下，魔术师先来卡，但这把其实局势来讲啊。
他得手椅打出东西才有机会就3抓以上，不然的话还是看起来平平的。对。阿拜还有一个推进器，看这个背包怎么交了。哦，直接拆给刀也可以，直接往3连方向倒。对，这样的话不会压遗产。可以魔术师开小房的。对，然后他和 Yaki 在那边已经等好了，就是准备来这儿救人的。没错。这个围龙，就是密码机差的会稍微再多一点点。还是想挂回小房，稍微干扰一下。但只能挂这儿了，不能再挂那绿色的脸上了。对。这点位的话，冒险家书页是刚挖了1张啊，还可以再挖一些。无伤掏了，那这一波无伤掏下来就让飞行家自己玩了。那飞行家倒地就倒角落呗。对，但这刀没有扛到。冒险家接下来体系就好了呀，因为你想看外面魔术师是不可能动的。就看下一波吧，飞行家挂上，如果能通缉到冒险家的话，还有机会。因为冒险家现在马上要挖出来一整张书页。对，然后现在底牌还没交，底牌有100的书页给闷住，对，有闷掉求生者一整台机子。但这台机子后面还是大概率能点开，只不过点开的时间会晚很多。冒险家来了，传送还是一星？一星，不是一星，拔是一星。那不是一星的话，没有办法贴脸，冒险家这波就亏了。8字走位把自己卡到障碍物里面了，反也下掉了。这8字 OK 有刀，那也可以。但是这是围龙掉了以后，对，掉的时候拿的刀。那更亏了，现在有点尴尬。想再偷袭一波，但是大副这个点位掉到脸上来了，给刀可以。那冒险家摸到机子了，那台直接修完。管冒险家了，还有40，这把机子是够的。那有闪现别脸上这台需要有冒险家的书页先过来偷掉，然后外面魔术师压机。现在最好的想法是 Peter 能够把脸上大副秒了，然后切市场踹一脚。对，但是这样的话，虽然机子不够，但是能拖很长时间。他在犹豫要不要提前踹啊？这是 BOE 的下半回合。但提前踹的话，很有可能要被保平的。所以现在没办法秒不了大副。刚刚要切市场的点位是秒大副才行。把外面的另外一台大遗产给补掉了。对，所以现在已经不缺脸上这台机。是的。他切市场的唯一理由是刚把大副秒在脸上，求生者需要让冒险家或者魔术师赶过来去救人，这才是切市场的唯一可能性。但是大副能撑3段表，那这个机子就绝对够了。但现在大副下来是没有道具的，皮特举这么远，会不会摇下来啊？从小房举到花坛，先放下来，他想过去先踹吗？不能踹，他现在不能踹，肯定是要对半状态的魔术师动手了。大副已经挂不上了。对。这个点位，冒险家跑过来摸人。现在切市场踹了吗？那这台不要了呀，去压小房的机子。现在你打冒险家一刀。对，那现在没有人。现在这个市场亏了，这个市场绝对是亏的。那他们没有人可以救人。先打冒险家，然后魔术师压小房的话，让他救不了人。但是大副到时候能自起，机子只要压好是能直接抢点的。把冒险家打倒也得挂冒险家，他挂不了大副，挂不了大副。交自起，大副可以贴过来救的。但是这个时间不一定够，另一边80，机子是80，有时间差，10秒钟的时间差，10秒钟的时间差，大副救不下来的。啊，那机子够了，这样要绕的话，机子够了。哎呦，有一个魔术棒，能不能在外围一点打倒？先放一个风椅子龙。不行，不能封了，不能封了，因为手里愿力不够了。愿力如果这个时候交的话，开门战没愿力了。所以刚刚那个市场是绝对亏的，绝对亏的市场。一交2个人直接贴散门的呀，让大副倒到灯笼门这里，但是大副没有绝处逢生，这波倒了可以不管大副，先砸头。上半场是鸡哥的跛脚羊拿了一个3抓，所以这一回合 Peter 如果要想把比分扳平，也得拿到一个3，起码是3抓。大副已经在往角落倒了，他不让你们管那个散门，而且这边没有地窖。对 ，Felix 也到另一边管了。120的愿力值不管的话，他是有机会可以管门的。Felix 已经在另一边等好了，这把真不着急了，开呗。然后120的愿力点，得秒他Koyaki，必须得秒。OK， 那可以能秒，但是门离得好远啊，对，我这样赶不过去，
绝对赶不过去。他不挂，直接交愿力过去。但是也赶不及，因为他只有3个龙子的时间。看 Neris 能不能走？53的进度不行了。那看样子是想要保平了。那这样的话就是 Zeta 被对方被 DFM 拿了一个5-3。这轮还要博弈，双弹拒绝博弈。是这样子。这边是直接往木屋这边去的啊，目标明确，直接抓你回调查员。我的调查员还是比较好溜的，好溜的。就是其实六轩蛟现在要非常熟练的去躲双重惊喜。对，刚刚你看他回头先骗了第一段出刀，把第一段双重惊喜骗掉。只上了1颗球是比较赚的。对，这个思路真好啊，阿排。但这样子的话，庆囊弹射拉个点，前面还是有上球的身位。对，处理了很久。哇，第2个双重惊喜直接跳脸，哇，太快了吧！哇，这个预判2下盲猜，无视野的。对，无视野2下盲猜全中，一颗红，一颗白。让空中飞人刷新了，直接跟上。不过还好有球，应该还是能再牵制一下。直接秒了，双重惊喜配合本体的双球直接秒了。地下室，他想那个回来，想用这个球去卡一下地下室电烧的那个放本体的那个身位，但是没卡。哇，皮特尔真的这把暴走了，这个熟练度有点夸张啊，有点夸张。人类这边压力很大，你不救还不行。这个是真牛，一波无视野，一波双球，把轩蛟这个角色的上限打出来了。刚投喂一个粉丝团灯牌，再照一下，应该照出来了。哦，刚堵到飞行家，1、2，这里应该是正常能在下面之前拿一刀。飞的不是很好啊，感觉可能不太好。双倒了，应该是要抢双倒，绕场谢幕，但绕场谢幕位置比较差，补上双重惊喜可以。幻影定格有，它是有移形的，对，有移形的不着急的。对，就算没有移形，其实也不太能走。前面这个位置看一下，可以交移形了。自己球能收一下吗？收不了，他得远离地下室。他要是收球的话，就还会到地下室。对，秒了，一下子上2个色。再能挂到小木屋，挂到小木 Felix 的位置也点出来了。那外围佣兵必须过来。这把局势就完全偏向于 Peter 这边了。如果说这波佣兵救人的话，如果再给我打一个双刀，对，那种直接要被。其实还是稳着手野，我觉得就让菲利斯交自愈呗。你要去摊他的话，反而被无伤救了。麦瑟丁机太少了，他现在完全可以就是把所有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阿巴的减员上。对的，就让塔克亚克过来救的话，看能不能再打个双倒。OK， 双倒贴到近点应该是没太大机会，双重可以抢。OK， 那既然没抢到可以了，没抢到算了，没抽到就算了，抽到的话又是一个双倒。这2个人得互摸条状态，心理的状态得留着，后面去应突发情况。对，所以现在先摸飞行，等摸飞行摸的差不多再把佣兵摸起来。但这个时候 ，Peter 挂飞是有可能直接去小木屋找他们的。肯定是要去小摸找他们，因为我知道你摸的方位是在哪里。我就算能让你们把2个人摸好，但是哇，这个通缉佣兵，2个人安全撤离，摸一个先跑了。对，通缉佣兵来的，仪器没好，只能走路改。再找位置，2个人的方向出来了，这个波照的是 Felix 的位置，先逃命，相当于1赶2。对，而且这一块地方都没什么密码机。现在他不急，他就是拖他这个移形，然后我这边在小船本体在这站着，我不能让你修机。如果你还是不修的话，我看到你传下去，我可以一个移形过去找你。对的，找不到人的话。第一波1、2，哇，双重惊喜又上2颗，等一波空中飞人直接可以秒了。是，这熟练度很高啊，每波上球都是无视的上球。对，感觉我的流比你们快那么5秒钟左右，应该差不多。恐惧震慑。甚至给了一个震慑，对，我觉得他可以不用那么贪，然后等这个小魔命刷出来，然后把那个往中场倒一倒会好，让队友好救。那这样的话，挂角落的话，密码机哪怕能亮，Felix 的位置也照出来了，压迫 Felix，手里没有悬停，就下一波不好救，有可能会被双重惊喜的
焰火舞台封住道具。对你2只生肖的这个人，你其实都不太好贴近这个椅子，不一定好把这个人救下来。如果在外头吃到吃快，这样抢救的话，估计还是双倒。背包喷出来就应该能救，但是现在救意义不大，自己也很危险。他其实现在不一定就只抓佣兵的，他可以把那个飞行家先处理掉。对，再抢一波双倒，然后再移形，不叫移形也可以，但要求空中飞人必须要比较准，距离要拉得很近。前面再一个空中飞人漂亮，上节目1、2，佣兵倒了。大船的机子不够70多，那只能直接抢，直接亮。是的，只能直接亮，不然的话这把没得打。但是 Peter 这边是在挽留的，就算直接亮的话，可能也不太好打。而且移形也捏在手里。飞行家焦思玉接移情，那看来还是要救一波。想救，对，想救。方向很明确了。飞行家再救一波，方向很明确了。这样给到4抓面了。对，Peter知道了。大门这一块，开门战的时候，直接亮了。啊，这样叫移情吗？交了移形亏，其实对于轩哥来说亏，我也觉得很亏，就没有必要移形。对，没必要交。他留着开门战有可能4抓的呀。对，你就算把心理学家秒掉，那节奏肯定不如你留着移形更好打一点。对，而且没办法确定大船的机子是多少，有可能是像这样压好。那现在不止4了，应该是一个顶了天了3抓。求生者如果要走一个走小门是有机会的。分散，一个人点小门，一个人卡着。对，而且这个人卡的不能露一点耳鸣，最好去那个最角落。对的，所以这把就是顶了天了3抓，不可能4抓，因为薛骁没有技能了，赶不到小门了。按作是刚刚如果不移形的话，在椅子面前直接开门战的时候压一个起身，有可能压到佣兵上挂飞。对，又或者说离小门很远。杀飞行家，因为飞行家没有。对啊，是飞行家没自己。打完飞行家佣兵也走不了太远，因为佣兵没道具，那回头再找佣兵，击倒佣兵之后，飞行家没自己躺在地上，佣兵上挂飞，外围一个心理要从大船跑到小门，我手里捏着移形，这把大概率就是4抓。你湖景村庄地图，你从大船跑到小门，你至少要一个40秒钟时间，一点都不夸张。对啊，再问一下，一个开门战有挽留的喧嚣去击倒一个没道具的佣兵，还不够吗？都想过来卡吗？他们好像这波我觉得可以挂，这波反而可以挂。对，这个可以挂，因为它是有自起的。对，挂飞呀，挂飞呀。但没挂，感觉又亏了一波。不是，我感觉 Peter 后期可能思路不如前期那么对，有点急。前期是操作真的太帅，一直在秒人，所以看起来很顺。但到中后期拉扯就开始暴露出 Peter 他的控场思路可能这样打下去有可能平局的。对，两个人状态都很好，很危险。稍微拖一会儿，甚至可能拖完挽留。这波感觉 Felix 应该也能秒。牵制肯定是不太好牵制的。对的，秒完之后，但是看情况不是很大。佣兵在交自起，对，因为佣兵那边有自起，然后小门只要去开就行。心里直接给移情，因为挽留要结束了。没必要移情啊，点小门先。不是，可以。对，这样的话Takoyaki就有时间去从小船冲到小门了。对。只是有机会，也只是有机会盖到可以。空中飞人，那秒了，Takoyaki这个位置太差了，秒了。也是稳跑一个了。对，也要挂，还是要挂。他们是个地窖。但这样的话，真的不如说把移形攒着，等到之前那一波去打开门战，然后秒那个没有自起的飞行家吗？我觉得管飞行家也那心里可以过来摸了。必须要挂的，不太敢吧，这个可能不太敢摸。就我觉得我已经跑一个就算了，就是没有必要管这个佣兵。有张狂的，有那个后遗症，摸要很久的时间，万一被调出来杀了，那倒也是，不，那走一个可以了，那走一个也可以了。但是这样不对啊，不对，他如果这个时候去挂Takoyaki，对，飞机有地窖，不对了，反而就不对了，你知道吧？很危险了。这也是为什么刚刚那波不挂佣兵，让佣兵这个上挂飞在外面再晃一圈很亏的原因。你说的非常有道理。他刚才那波啊，就是他可以直接把佣兵挂了之后再去找这边的飞这个。对，因为挂飞佣兵啊，而且移行20秒。肯定在20秒之前能够到门口的。对，你说的很对。完了，可能会需要一个平局的。不会吧，Peter？真的可能真的要平局的，因为他，你看菲利克爬得好。OK， 到这里已经平了，已经平局了，兄弟们。没有毁了，要走是毁了，是这个样子的。
歌剧演员这个角色，我觉得最好做的最好做的点位就是大川，没有之一。所有火警线里面最好做的一个点位就是大川，因为大川简单不复杂啊，而且一个回速可以直接回到脸上，只要你回得准的话。对，因为在大川绕的话，基本都是要绕圈的。找到了，精度很高。前面这个位置不放气囊感觉有高，这样扩转到前面3把。想这样省气囊的话，基本就有高了。直接第一刀拿得很快。我感觉试试可以把这个气囊先交一下，确保第一刀你拿不到。对，刚刚那个位置是可以过板直接交气囊，然后回头再接一下弹走。对，那这样的话要空军补枪了。有一个枪，然后再转回大船。看一下这个气囊点位 OK 的。想牵制上3台有点困难，看能不能吃了闪之后，然后进行第2波牵制。但要确保大船不是地下室，这点很重要。多雷斯悄悄摸摸翻下去了。但是应该是能看到的，因为这边视野还是比较好。那这个点位吃闪就可以了。哎，不去前面板区，要这样绕，那气囊得交。应该是2个气囊。对，气囊弹得很可以。封住。哦，可以的，这波气囊弹得很好。大船是地下室，没有弹射绕外侧的这个甲板。对，必须得带出去了，因为现在差不多该倒了。去玩中场的3板。该倒了，正常。哎，闪现躲掉了。哎呦。这个闪现相当于是感觉有点闪过头了，对，然后这刀没打到，对，这刀没打到，其实都是他没有刻意的去躲这个闪，他也是想着这个位置该吃了，但结果能再拖一拖可以了，就最后第2波的博弈可能说没想直接翻，怕回速吃到刀，那这样的话其实也可以3台了。那边我觉得鸡哥可以先去考虑一下，把那边的球打一下，他没有反而是想打一下中场电机。那看这波救下来之后，多伊斯能不能用到前面那颗球？一个球其实溜不了多久的。对，然后园丁过来无伤救完之后点收球去，收球留着36收的，直接去倒海边，那也可以。难道打原地机？有可能吧。感觉这个岛海边挺像的，不像园丁体系，因为园丁走掉了，园丁已经走掉了，又走了，顶了天了。这边的椅子应该拆了一下，然后到时候再修一下，给那个拖点时间，这是顶天了。应该是对，应该是就是拖时间。估计要等到第2波救完人之后，才要考虑要不要打园丁体系。但是带的双坦的话，好像带3摇的可能性会比较小。对，而且园丁这边不太够。飞轮加上化险为夷要去打的话也不太可能。电击的话勉勉强强有机会，但是得又是一波无伤，抽到可以扛了，真可以扛，机子是有机会够的。看看有没有机会扛到，因为是有回光返照的，没回光返照可能就直接卖了。对，这刀大副不能吃的太快。那现在直接吃掉嘛？那但是前面还有球，可能要有球可以利用一下。是不是开局没打球的伏笔啊？这个板子还得回到才有机会。回速，没打到，那这样的话机子够了。那差不多有机会应该。对，机子够了，因为这波板子是必须得踩的。对的。再翻回去有信息。然后大门有人，小门有人，那这把鸡哥有点糟糕了。直接开。亮，还有弹射，能转木屋。就玩这个板吧，不转木了。转木可能会有点太远，对，有点太远了。这波的话，他尽力去牵制，导的椅子稍微久一点。对，但鸡哥这边隐约失误了。椅子还是比较近的，那拖的时间比较长。他这导的话离椅子很近啊，有机会被保平。对，直接传送落地卡兹内克。他好像带了 UB，带 UB 的，是带 UB 的。那为什么不先挂呢？也可以，传小门也可以。再回速吧。或者说先挂空军再去找，先挂再找呗。对，先挂再找呗，火灾不一定起得来。还是能行，对，应该也还是能。对，因为小门这个位置太远了。一个追击能力很自信，他觉得传送落地肯定能杀人。是，相信落地之后直接能秒空军。但是能自愈起来啊！我真的自愈起来，自愈起来点位也差呀。这个地方太角落，没有板子了。大副能救，大副再挂呗。然后有户外的哈梅斯再去找，还真不好说。得挂，就是挂完之后另一边堵他们不够吗？60多，我真觉得够了哈。够了呀。对他看来好像真的应该挂这个的火灾哈。对，
哎，能留一个，能留一个，能留一个，能留吗？可以，能留，够的，够的，够的。不够。先逼出去一个。摸这波要怎么？先把空军打出去。有点远了，有点太远了。把空军打出去之后，哈梅斯的位置也很尴尬，就是保平了。对，就是保平了。有没有可能来救一波？不太可能了吧？不可能，不太可能了，不太可能了。没有意义。对。哎，其实救一。看到那边，我们在我们观战视角里面，它会一直显示墨绿色，告诉我们它是被那个伞透视。开机这边的西达米果然啊，直接抓守墓人了。对，就是想冲化解为夷。对，隔壁拿苏伞，然后保平了，我们看到了。但首先啊，守墓人这个加强过以后，你这个铲子得炸2次。对，所以不太好抓。对，其次呢，就是后面你要守他的时候，一个直接给你扫雷行动扫了，还有一个直接把你摁墙上再救人。到时候骷髅上就开始神力了，难打。邦邦改动之后，外面修的都很快。给一刀，这边炸一下，有没有？没雷了，没办法，没雷了，只能打。那铲子收益很大呀。那中场要去找队友辅助了，斗笠索已经等好了。气象学家也在那边摆不好了。哎，炸到气象弹，我觉得可以换成气象了。哦，确实，你想帮别人，然后反而自己吃了一炸。对，在板子后面等着的。不好抓，不好抓，气象不好抓。匕首不好抓，至少匕首不好抓。因为他现在是已经吃了一大伤害的。走位可以。可以遥控雷给一刀。没雷了。遥控雷先炸一下，然后手里有闪。先炸一下。对的，手里有闪，只要架住身位就好。斗笠斯这里一个强风，还是画的是风。对，就他闪现都没距离用，你拉近了一定被风吹走，或者他直接那个坐云走了。目前来说确实没有任何闪现机会，对，没给到。而且一个强风再推开又好远了。这个博弈闪现击倒古董商在旁边，但没有用，古董商必须得走了，他不能保死人。倒地人他不能保。对，这个他吹完之后往前面拉，好像不容易被闪掉。他刚吹完之后身位还挺远。偏一棍挂上 ，OK， 也可以。对他这个节奏，刚那把是没看到左边电视后面有人，所以最后没找到人，挺尴尬的。哎，这个节奏对于穷人还可以接受，因为守墓人只要能确定稳定救下来之后，再让古董商去跟就好。或者说古董商需要早点过来跟。震颤过来吃一下炸，哎，好救，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这了，速度很快，想定时收走守墓人，但是好像有点歪，所以没选择直接引爆。对，应该是自己也看到自己扔的有点歪了，用来守密码机了，可能是。就放那儿呗，不着急。对啊，就用来守密码机了。他这个雷可能就没有想扔守墓人，他是直接放那个。对，直接放密码机脸上，你敢收我就炸。这边等古董商过来，那我觉得可以打古董商。逼迫一下古董商道具了，因为这个点位古董商要 OB 的话是比较轻松的。对，那在吃到这样的一波节奏之后，我真觉得可以深炸一下古董商。没有那么好炸吧，因为古董商可以用棍子去扫嘛。对，那也得把那棍骗完了以后再去挂人啊，这样挂的话岂不是挨打的份？对啊，只能拖好久的时间，一直这样被古董商揍，好惨。玩监管的很清楚呀，你处理古董商，你必须先把他棍逼了，然后再牵人会好。对，而且把他状态打下来之后，他下一波救援又必须得让外面的飞行家过来了。应该本来就没打算让他救。对，但这样至少有个换位时间。这把电机是很有机会的，因为他如果说幻显唯一套出来之后，古董商把那台84的电机开掉之后，还可以再继续来跟，再来 OB， 再来 OB， 所以说是很有机会。悬停我能飞进去，能救下来才行。这波悬停直接飞进去啊！邦邦刚刚在外面，他这波很糟糕了。我说这波很糟糕了，事故炸应该不救了，还救吗？4、3、2，哦，可以。哦，这也能救下来。这一波第一刀空刀了，要是刀没空的话，感觉要炸了。对，那这样子的话可以掩护这边古董商前进过来。来了呀，机子够了呀，守墓人一个人修就行了。要不要现在换个策略，然后挂飞行家呢？因为身位有点太过于远了。一会儿就2棍过来，然后把人扯下来，有回光返照的扛刀。亚米这边赶紧反应过来，然后说是挂一下你这边的飞行家，因为我知道飞行家没有回光返照，我听着你飞行家打还有机会啊。机子已经压好了，其实还是有一点机会的，就是机会还有，但不大。但直接抢掉可以，
即便是有底牌的，还是有机会。对于亚米现在来说，还是有机会。但是对冲来讲也有机会，很小啊也有机会很小啊，也还是一个3榜，因为为什么？飞行家是新上挂的求生者，但是你看这个版本，它邦邦不是有进行过一波调整吗？它给它是也上面安了5颗雷，随着这个8秒雷的最后倒计时，它可能这个血线就会直接来到一个来到一个基本上要被淘汰了。2个人砍你杀不了人，汉梅斯过去了，感觉汉梅斯能到，汉梅斯能到，汉梅斯能到，能救下来，极限救下来了。哎呀，他亚米还有一波最后一波机会什么呢？就是意识到古董上救人，然后一个移形切到古董上的脸上，那这把然后吃2棍人被偷了，然后就没办法，还是人还是活了，没办法，邦邦就是这样打的，很怕。只能说留一个。那还不一样，知道也没办法了，亚米肯定是不太会打。过去也是吃棍，对，过去吃棍，而且人也能走，是肯定够开的，气象能走啊，气象能被挂飞，然后那边能。下这个点位应该就是抓气象一个跑。好在象学家这把是预判到了你会打一个10团，所以直接带了一手双团。iPad 所以你把层面画好了。这个点就是先架猫，把这个点架住，然后这个猫你只要走过这个路口你就必吃。这里那个矮的层云能飞2-3次，架猫架下来。其实对于史泰来说，我觉得是赚的，因为它层云只能用3次嘛。对，你只要把层云逼出来就好。只要不是强风就可以。也60秒了呀。强风的话能用4次，不太敢画。对，极限能用4次。要求会更高一点。先画个层云。第二个层云，那骗掉了呀。我觉得对骗掉了，不太能飞出来效果。你看这波，那云不到。不过还好，先拿一刀。不是，他这里为什么要交道具啊？他其实隔着一个长窗，不用交道具也能卡这只猫啊。在预判躲猫，因为前摇还是有的，害怕说前摇没飞起来就吃刀了。古董来了，古董来了，先点一棍，往左滑，漂亮，那这样他距离够了。对，已经咬不到了，已经咬不到了。那气象的话，第3波层云交出来，被炸下来也可以，因为距离拉开了，中场还有人能来，但是能看得到。哎呦，他们这个配合打得很好啊，一环接一环，感觉每个人都在帮助这个气象学家。对，但这一波就帮不了了，看看能不能肉身吃猫。而且后面气象没道具了。这个祈祷时间我觉得还可以，就倒地的话，相当于是守门人电击。地下室那不一样了，地下室就不一样了，地下室人类前面所有做的铺垫全回来了。也是偏平吧。一点就是它有地下室的那个打中点。对，这倒还好。能不能用这个打中点，然后把这个人，这个人最后不双倒。守门人已经来了，就直接下来。这位置等着直接出产就好了。太平了，感觉这个节奏太平了。这样这个高低差猫是什么意思？猫留在上面，再等一等呗。为了打一下，然后后面猫再对，出门的时候能再晕一次，但现在的话就没有机会了。其实这个电机还是猫都消失了，就是还会差一点，因为跑电需要时间。可以了，这样的话已经可以了。再把猫指到这边旁边的电机旁边看一下。去补一下古董的机子啊，炸猫，然后古董2救，然后保一保。挂大房旁边呗。对。那这样的话，监管还是平上，监管平上，因为机子不好修了。我觉得这波气象学家往大门倒一点会更好，因为沙包因为大方向电机差的更多嘛，但是那台电机但是往大门倒的话，也有被挂回遗产的挂回那个地下室的风险。第2波的话就没必要了。看这只猫的话要陪跑。直接炸了，对，直接炸了。因为这边是有移形的，只要咬到，然后一个移形一做。这里下一只猫，这里菲利克斯可以卡一下，对，卡一下之后，看看下一波能不能帮忙吃猫。卡门，直接一个移形，移形落地，但是移形有点远了。对，应该猫咬到以后。对，先猫咬到再移形，那这样的话就亏很多啊，感觉。对，移形等于无效。哎，没卡位，没卡到，那完了，完了。这样保平的话是有的。而且保平还不一定说真能保，人类还不一定那么好保。对，大号电机差得远，就掉了。对，他去守最后一台，把移形拖出来。看门阵的时候有移形，有2阶使徒，
然后让那边飞行家直接先起步，他们战术决策还是很快的。对，这个还可以。他得把守墓这个铲吃了才行。但是 Melody 往这边排，没有人再往大行再给2名了。守墓人已经他排错了，他以为守墓人如果要拉点的话往大门拉，结果是反方向。现在的话拖个移行吧，因为可能没有人想追。对，而且看看有没有人能够到脸上，比如说什么古董商来脸上消耗一下道具也可以，至少得保证开门站有一个人是突破口。很难会天降风采，只要求生者这边稳着的话，那只能说是，你走了之后，我才可以去给大行家一点压力。先看看有没有机会。我这个斯的飞行家，就是要找飞行了，找飞行家是最好的方法。对，看到了，应该是能看到的。我觉得这个悬停没有必要交，我觉得可以就是让他击倒，反正你现在移行没有跑，对，攒道具就好了。提前往过来赶就好了。把悬停留住，攒道具。对，交飞行器没有问题，但是不能交悬停。白交了，不算白交，拖了点时间也还可以。然后这样的话，机子就能够了。一波悬停开门战的效果是绝对够用的，只要能躲掉一只猫，开门战就大概率平局。对的。卡哥呢？卡哥，对呀，卡哥呢？我在啊，喂，听得到啊，听得到的。我听得到的。啊，你听到？不，就是我重新一下。绝了啊！就看这只猫，准备悬停起飞，1、2、3，漂亮。但这只猫可以的，已经可以了，到这个位置可以了。但是那边是个古董商看的，就算把这个飞行家挂上之后，还是有守墓有铲，控场很强。守墓有铲，控场很强。守墓不怕，守墓人不怕使徒的。对，不怕猫猫，往中场一站就可以了。到时候一个铲子出门呗。加赛了，真的加了。哎，不一定。但不对，塔克亚 K 的位置很好。好是好，不过这个逼的有点过于远了。对，走地太深了，可以下铲走地窖。太深了啊！他现在还可以，不是塔克亚 K 的位置。多抓了。不至于，他倒还不至于。救人来得及吗？因为那边救不到。对，救不到。时间不够，要多抓了，真的要多抓了。Make Melody 没救到，没救下来，完蛋了，多抓了，监管者多抓了。Make Melody。OK， 兄弟们，不是加赛了，稳的，硬币守护者，加赛毁灭者 ，Make Melody， 我赋予你2个称号，希望你好好表现，继续保持。很好了。那这样的话，泽塔获得胜利啊！看一下阿卡的想法了。机械师应该没有什么悬念吧，就是开这个机械师 solo。这边应该是看到机械师本体。对，已经留下娃娃跑了。我说实话，机械师这个机械师最多牵制30秒钟时间，就30秒钟时间，因为他这个是直接保娃娃，然后卖本体的这种打法。对，然后本体要尽量拉远跟自己娃娃的一个距离，至少干扰不到。是的，双重惊喜已经上2个标记了，但是后面往回转的话，可是你娃娃的藏身点呀。对，很危险了这波就，而且甚至没有用飞身就拿了。平地给刀，那这样的话。双重惊喜有机会能秒啊！秒，对，真秒了，有欠考虑的。对，再挂回地下室，然后娃娃呢基本也活不了。对，娃娃也活不了。还好吧，其实他不太怕气球刀。娃娃如果拖一会儿的话，守墓人直接蹲下去看能不能无上救了。就是看趁这个缝隙赶紧娃娃跑到3板的地方，然后去破一直跑，走直线就行了，都不要想着溜了。除了我们还有我们卡哥还有傻兜娃娃吗？可以抢杀。娃娃那又是守墓人无伤能偷下来一波接，对，这差不多了。拿回去，等娃娃那个飞了以后，就是死了以后再救，卡回去，不要救，夹扯一下。其实夹扯更好。对，是夹扯的，对吧？夹扯你拖外面的密码机啊，你这早一点救下来没什么收益。这是小细节方面的，这确实可以说是再把这个细节卡再好一点。对，我去，我的画面怎么没了？你好慢啊，卡哥！好慢，反正慢了一个，这次是5秒钟时间。对，感觉不止5秒，感觉有10秒钟了，6、7秒的样子了，6、7秒。
他这个打法有点欠考虑的。他借势的话，我感觉他直接放了娃之后，往大门那个两板跑，也不太要管守门人这边在修大门。对，你要先确保自身能拉开自己娃娃身位才可以。对，或者说守门人下面下去，要么直接救，要么就干脆等再压满一点。就两种选择，别被逼了之后就直接救，尴尬了。看能不能飞人躲一下，规避一下这个心态标记。哎，不能飞人交了。哎，不摊状态吗？没摊到。他是很自信，想用那个双生惊喜直接。对，但这样的话就保证古董上一个无伤救，很亏。你看那两个化险为夷都无杀，娃娃还能在外面稍微修一会儿，这把机械师牺牲至少还是有点贡献的。对，看他倒地这么快的一个节奏，在场上电一都已经3台多了，这就是机械囚徒司徒阵容。但这把时长其实也还没有机会交，后面就看时长能不能踹一台大遗产，再去秒一个人了。有机会。这边看到大门电梯在抖的，直接去找你这边的莫内古董商。那现在他牵制压力就很大，他至少得拖到180，这台电机肯定是要不了，就踹。那边两台电机兴起，至少得拖到囚徒月台25%的电机收开，把这把台保灭。对。古董上空一棍，那很糟糕了，第一波状态直接打下来。这一波双重惊喜，就看后面没化险为夷拖时间了，所以说只要古董倒地，密码机差的太多了，有点。对，现在的问题是古董上能不能撑过下一波双重惊喜，感觉大概率是撑不过的。这才是问题。有机会得看他博弈，就看他这个棍怎么交。哎呦，一个直接被秒了，没办法。那这样电机不太够啊，感觉囚徒这台电也不太能摊开，只能提前过来救人，让守门人连电去把那个200全收开。但是守门人本身修的就已经很慢了，还要再连电有损耗的话，就修的更慢了。并且你看他现在救人也不是那么好做023431754579579，位置已经被判断出来了。对的，先交，但是这个惊吓标记还是吓到了。还行，电了一下，至少能救下来，倒还可以。救下来是不是双倒也是后面的事情了？阿卡这边在预判囚徒没有带那个回光返照，对的，对的，猜错了。因为古董上他一直没有交过飞轮。那给到求生者这边一个操作空间，想要挂回去，然后看能不能把那个电踩掉。你们觉得他去踹遗产机子还是切传送去找古董商好？回头踩电然后踹，手里有人。这台电机要被能踹到吗？哇，在98的时候，然后把电给取消了。那肯定就是踹了呀。这脚很赚的，因为他是把底牌还留着嘛。对的，他们家还有一个切底牌的说法。没必要那么着急切。只要继续针对，没有下一个人可以救了。而且遗产就在脸上，这把是4抓举，或者说可直接杀守墓人也可以，因为杀守墓人囚徒古董商总有一个没大心脏，但守墓人一定是有的，我可以直接闷一个，再挂回遗产，这样的话你大门的机要修就修，不用管，多修一台，而且古董商的大致位置是知道的。对的，就看这波压，就还不一定那么要看这个要看这波古董商能不能给到足够压力。如果说是这波排到古董商，那就是稳次。对，双重惊喜没照出来。就是底牌，但现在照出来了。如果有开门战的话，基本上就是4了呀。就大概率死，现在4抓概率已经说是70-80。对，差不多70-80，不止70-80。另一边密码机确定在点，那莫内的位置也被排到了。不救，直接亮。只能这样，肯定要直接亮。然后跟电可以保证自己走一加速太夸张了呀！我觉得开门战这个娃娃可能会，就木这个娃娃可能会成为一个伏笔，就这边可能会能对吸引一下耳鸣。这个上楼梯。对，不管机子了，机子肯定是管不了的，没技能，管不到。这边囚徒选的是救人，我觉得是非常正确的，不能去开门。因为他去开门的话，相当于把古董商卖了。他去点门，相当于把古董商卖了，那就很尴尬了。我感觉救下来2个人位置确定啊，而古董商又是2挂，门是完全没点的。还是有4抓面，对守门人是有2个铲子的，就不至于说如果说真的切传送去找守门人，他会对，至少这样有一个保险起见，能还是更保险的走一个。他这个定位非常准啊，直接定排到了门位。对，有飞轮能规避一下这个伤害吗？电一下，好极限。
这样是打一道正射，手里还有要不要直船呢。接考虑传送啊？就直接底牌切了传送去传大。哎，不太对，走了呀，可以走了呀，现在可以不走了呀。太对了，有点危险了，传送落地，守门人必须要溜起来。有个满铲，还是个4抓局，就多久能杀？会对铲子被打开之后会有个 CD 嘛，但是它比较薄弱的一个空档期，对，不足以支撑到球出去走场。移速很快，可以躲哎，慢慢躲，打出来，慢慢躲，打出来，打出来可以了。看囚徒的位置，囚徒在哪儿？囚徒去另一个门了。现在应该刚到油桶了。对，差不多。哎，点到了，那应该是能跑一个，嗯还行。就这个局面也得挂，也能走一个，得挂能，走一个。守墓还是挂飞？没办法，因为脸上是地窖，总得挂的。不敢不挂，万一小门开了还平了。而且第一个回合上来拿到3抓，已经对于这个版本的监管者来讲是够的一个成绩了。是这个版本也空中飞人就2个嘛。容错没那么多，保平可以了。反绕宣传队。跛脚羊其实就是跟蜘蛛一样，前期不着急选一个人追，而是先走走位。对，反正攒能量，你木屋一修，我一个位移过来秒你的。还在修吗？应该是修。木偶是不怕，对，不怕，可以修。跛脚羊也不急，对，先把木雕锁定之后再抓。两边都不着急，主要也是接下来这波交锋才是他们的接下来博弈的点。抬刀拿存在感。可以，老李的反应也可以的。看抬刀交的木偶。那这个位置先求稳。愿力不够啊，拆龙了。拆龙，对，得拆。打一刀，开出一阶。那木偶师还能再溜一会儿。所以感觉就是一个非常常规化的一个前期，两边都是很常规。交道具漂亮。我就打。然后闪现，等下一波直接杀了，不用交能量了。对，好像我还省个闪，太赚了吧？很赚，而且还是第一波击倒开2阶，还吃了化险为夷，后面都没有化险为夷了。对啊，又是正射2阶开出来，愿力够了。是，就是在那个化险为夷的木偶师，他可能自保能力差点。如果他这把带了一个双弹，那可能牵制的话能力要更强。一人开2阶，那后面能量愿力会多一点。把自己关外面了。对，这波有点把自己无伤了，而且骑士能给到很大的2/6空间。对，还可以继续陪跑，然后跟着踩，还能自己变路易。开堆嘛。小原地浑水摸鱼。我觉得有点不太现实啊，因为这边是会有那个血印的。看到了，给刀。那手里闪现到时候还能交，倒是不着急。CT 要保的话，这一波闪现开2个平 A 就行了。对，等他招龙之后，对，然后再到闪现针对，闪现打到非常漂亮。再逼一下道具要不要？我觉得那骑士不走了呀，就骑士再救一波呗。我感觉是可以给就是再逼一个道具的，就再赚一点。因为这样子的话，第2波就只剩1个头可能爆了。因为偷下来，他们配合能力很好，要继续冲呢。帮忙卡，这样的话，路易交了，等于是没帮忙扛啊，但是他又不敢赌，万一没扛到呢？是这样的，封2个龙，2个龙只给刀，直接就把这个围龙当强使了。对的，我就看到了一个绝望的木偶师。正好场上是一个离你最近是一个搜把，但没关系，这个院士是有领救的，完全可以扛起这个压力。这边是 CT 的骑士，如果说被找到的话，续上一个上瘾节奏，那这把很有机会啊。感觉好像是嗅到他的位置。对，猜到了，直接去找。CT 手里只剩下最后一个，不过一个后撤龙好像没跳出来，对，没跳出来。没事，直接到脸上的。猜晚了，这个是猜晚了，晚了。对，抽刀的时候再猜的。开尔明娜大概率就在木屋，人是能知道的，信息拿得全。那边赶紧去新起台电，就看这波 UMP 看能不能把这个耳鸣卡在上面。对，或者说不溜能不能快速排出 UMP 的位置。好像没第一时间看到，但我再往右转的话，对，能猜到了，能猜到了。
血龙子要拖，钢皮得尝试拖一下。这个牢笼还好，能再蹲回去。拖点时间，可以啊，可以啊，这波真可以啊！无伤了，脱掉了，非常漂亮。哦，这个救人无懈可击，牛的，真牛吧？赶紧杀！哎，他想8字龙，但是这个龙没有在模型边，对，甚至可以拆掉。还有原理。感觉来不及换位，那个直接有回光返照，想传吗？哎，想传吗？那是入猎啊！不能吧？不能吧？杀了木屋，再反身一波木屋压好了。他甚至我感觉都可以直接溜到，有没有机会就直接一波溜到反？感觉有点像 Peter， 就是想4抓了。你现在还是报不了 Peter。一样的呀，你木屋包压好的呀。啊，对啊，肯定能压好，因为有灵柩嘛。然后你开门战还没传送，你稳3抓的局，你要去搏一个4抓。对，这边还没给震慑，还能再牵制一会儿，还能逼你愿力啊！你把这个入殓师击倒之后，你看你愿力是几乎一个趋近于0的状态的。哦，这个笼子这样起，有点自己反就行了。对，你看不拖了，直接一个人去贴大门好了，直接亮。那这样的话够了，可以直接亮了。亮完之后，对啊，脖子上手里又没人，阅历也不算特别多。亮了。哎，怎么？这个是让他自己生的来电吗？你们又在干嘛呀？阿 C， 能量有回光返照，时间是够的。幸好入殓师有回光返照。而且你看他现在那个传送是在 CD 的，就美中不足的一点就是没有第一时间贴门。如果说是贴到门的话，保平是肯定稳稳的。现在的话应该也还问题不大。哦呦，这被砸了一头，那基本上就保平了。基本上就保平了，没有。对的。点的好像小门啊，大小门应该点了，没关系，其实这边的话传送是不够的。索把好能撑啊，索把是他们可以说是最主心骨的一个人。够吗？看能不能抓 CD。OK， 那边走掉了。对的。平了，保平了。不是稳3抓的呀，脸上一个半状态的。他为啥要传啊？骑士又没道具。确实在密集的板区很好用，没错。这边果然是先赶这边拥挤的同时，然后看一下中场的幸运儿。这样子的话，从中场牵制过来，留下脚印的人是 Lolly 的魔术师。那对于 RC 来说完全可以接受啊，因为这边魔术师算是这个阵容里最好牵制的，牵制能力还是比较出色的。对，而且说实话，他那个分身棒吸双重惊喜的呀。哎，对，而且他加速的，对，打了之后还有一段小加速嘛。但是他这个，哇，一下子上2个标记，这个有点放的有点早，要被抽了，下一个躲。哦，你看吸到了，有点放歪了，对，这个应该是分身放的稍微有点歪。对，他预判他往左走。哎，还有个放个差点加点吗？我觉得可以放个。飞轮已经好了，得小心这个飞轮扛伤害。哦，还砸个头。为什么 Uzi 这边带了插眼，但是他并没有去使用他的这个插眼呢？在刚才觉得还没有架住吧？飞轮，再来一波魔术棒。这样就很亏了，因为他刚才那个板就是他完全可以就是说是我放个插眼，然后等我那个双层惊喜的 CD， 然后再把你架在。对，已经等于把人架在里面了。哎，对。然后他因为没有放这个插眼的缘故，导致 Lolly 强行转到前面一个板区。那这波是有机会6-3台的呀。是的。双2个颜色。上2颗球。空中飞人过去一个红，空间射。还好说是这波击倒这个没有被拖得太久。也1分40多秒了。那个前锋军已经准备好了。前锋军，这波的话可能会是让 CT 来救吧，因为他电机已经开掉了，而且表也摇了。如果说强行让 Soba 救的话，会不会有点亏啊？2个人都来嘛，让雍皮和一起救，那大夫这个怀表就有一点小亏了吧？感觉沟通出了点小问题。沟通应该是。而且如果要修墓碑这台机子的话，它有插眼的呀，你还得拔个眼啥的。是这样子的。眼好像。没怎么插呀，尤里。他这把，你带插眼，你这么省插眼干嘛呀？
感觉不太习惯。他平时在训练赛的时候可能会带的少，带移形多一点可能。哦，摇表开枪，引着身开枪，很吓人。对，他甚至给大副带了，甚至给那个魔神那边带了一颗球。对，已经捡到了。我这个换道具体系有点优秀的呀。哦，而且硬拖你20秒。对，你不太好牵啊。而且还能自愈哦。砸头哦！砸了一把，那边他飞轮还能一会顶个伤害以后再 OB。哎，没错。来了。没看到，不过可以一刀。70多开枪，开完枪够了，自愈了。直接走，然后那边自愈了，修机去了。是的，哇，这个体系打出来了，帅啊！直接拉球，不跟你直接拉球，这一整就拉完了，真够了！去补大副的，大副过来触发个化解，我一滴子压好了，很有。而且你现在空中被人系不上，你只能插眼。为什么尤利他不插眼呢？底牌留着切什么呀？飞轮。他现在就算插一个眼，其实待会儿那个眼也可以续上眼，照样是可以切底牌的。他就没这个习惯。我觉得他可以，就是感觉是有点紧张。哦，移形走了，去管最后一台。搜把半血在遗产没道具，但你即使抓了他的也没用啊。飞行家多修一台。对，你看破译加速已经出了，破译加速出了之后，一台电机只有60秒钟的时间。对，哦，他俩可以在4号机多修一台。是的。大副跟上挂飞的魔术一块修，卡满救就行了。勇气这边偷偷摸摸的来想给点压力。啊？修的好慢啊，那台。不过也够，就算修的慢的话也够，因为那边的话是有一个会加速的。这局真的沟通加这个角色的理解配合起来太无解了。主要是这个星源和怀表的理解，一个怀表摇了之后，你没有办法去针对我这个星源，然后也不敢签。对啊，然后有枪硬 OB 一个自愈，他甚至还可以给那边的魔术师换了一个球。对，就一切都在规划之中了，牺牲了很多密码级，但是拖出来了。红标好像星源体系还是有点厉害，吓人的。而且这波无伤救以后266那么久，飞轮还顶掉了，飞轮还规避了。这波可以进百下百 ，A 一下还差一个粘土。跟上吗？哦，空中飞人还续不上，亮了。你这边没有一刀斩，目的就是地窖，我觉得非常有撕跑面啊。有那个叫什么来着？庄园老友跑得老快了。是的，而且你这边还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把他打到半血。尤里要痛起来了呀！我怎么感觉真的有机会呢？冲了！看下个双重惊喜能不能上到红的，红的是最难上的。有没有机会？上到了，还行，留到一个心中的万幸吧。哎，我觉得他们这个红耀华星源体系真的是。好，这边想直接去追击这边的骑士啊。这骑士并没有那么好追，他是一个飞轮骑士，他是带着牵制天赋的。不追，想找你这边的心理学家，视野应该是已经看到了，然后再往前走的话，够放2个牢笼。预判一下吗？我觉得其实打心理的话，还是得早一点拿第一刀。哎，是这样，他印记掉的快一点，是吧？不然的话后面留着印记很难受。哎，对，这一刀其实拿的挺早的了，已经很差不多就是闪现好，印记结束。现在还是不急的，只要第一刀拿得快，那第二刀、第三刀呢，就是只要稳一点。对哦，这个反应有点厉害，是的。有刀吗？家的博弈占了上风，这个有飞轮。飞轮还没交，哇，出刀有点急了，他说实话。是的，这波出刀好几次钻过来就出刀，没必要。对，而且这边愿力好像有点续不上，溜起来了，也不一定溜起来吧，但是倒地至少能拖一个快3台。下一波愿力得是什么时候？得是可能底牌30秒的时候才好。下一个围龙愿力差不多溜起来了，真3台了，还真是。无所谓，给你打的无所谓。
我觉得主要还是那个板子砸的可能有点亏。哦，哇，这个算瞬间取消了那个牢笼的前摇啊，然后对，然后后撤直这一波接秒了。司法小镰刀秒掉了心理学家，非常秀啊。对的，不然还得交个闪现。对，甚至我们在几个视角都没有看到他这个牢笼生成的，没有前摇动作，没有，对，那一前摇真的没有。嗯。不过还好这边算是莫内然后强行就是早点过来卡了个身位，让你排不到我这边的耳鸣。是，也把显线卡得更好一点。心里就不让他26吧，对，就针对心理就好了。这波心理去倒在那边魔术师电机，然后南瓜也离一直远一点，南瓜也是的，南瓜一点。哎，他们这边多修了一台，没补机子哎，直接去多修了一台，因为走过去都已经是10几20的密码机了。是的，是的。那不如直接原地起，你看也20了。对，没有问题。走过去的话，你可能现在才碰到。对，走过去的话，现在可能才碰到电。骑士就有荣誉共鸣给26，而且全程可以陪跑，战术预见。可能还是有对于阿卡来说还是有很大的保护力，因为电机现在还是勉勉强强嘛。对。要控电吗？直接控电肯定要干扰，给到压力，让密码机慢一点。牢笼逼救，不太直接压迫你。骑士已经在拉手了，慢慢的给他拉血线。是的。现在可以扯了吧？我觉得可以扯了呀。我觉得得扯了，再不扯的话，分家可能要被击倒。打一刀，透明，然后继续陪跑，就看这波扛刀了。但是这波有闪现，得预判一下这个阿卡的闪现释放。是的，没有闪现的话可能会更好扛一点。其实刚刚白白让阿卡就是拖了很久密码机这个时间。又来一刀扛刀了。对，这波为什么不站出预见呢？3个亏好伤啊。也是的，对吧？拆2下平 A 包中了呀。阿卡这个连招速度太快了，不太好反应吧？巴斯罗有针对刀，密码机差10%，得换挂了，换挂，对，得赶紧换挂。签地下室够吗？哦，太远了，好像是木屋的地下室。对，木屋地下室这边的话，想签到心理学家那个地方，然后压迫心理学家的走位，然后你逼你魔术师救人之后，瞬间秒掉心理学家啊，这对吗？但是我觉得他思路挺好的，就是把心理学家限制住，然后魔术师这边秒救骑士之后，我一个牢笼直接秒掉心理学家。不过呢，被骑士摇下来了，100命1输吧。3个人半血，4个人半血，限时1刀斩亮吧？这刀不亮吗？还是得倒地亮，等贴门。还是倒地亮会好一点。就倒地亮的话，他趁这个大心脏加速，然后倒到中场那个翻窗那个地方，这样子挂一时间久。对呀，还能费点愿力嘛？我觉得有点亏啊，阿卡。这个时候你为什么要交回笼呢？你已经打了1/4了，是的，你就一直过板让他砸。既然他刚刚擦刀都不亮，砸了板都不一定能敢亮。没错，他这个交牢笼好像是在预判对面求生者会直接开机的样子，但显然对面求生者选择了稳健的打法，等不会下来再开，不会下来，宁愿给你过板刀的。哦，给你撵一下，过来锁技能，要来保护一下这边上华飞的心理学家。真可以亮了，亮了以后拆2下，然后点门了。他这个身位不太好，就心理学家这个点位不太好，他这个点位离椅子太近了。就是什么点位好呢？就是那种离椅子比较点位更远的点位好一点。来开猜，我觉得还这波可以帮他猜。哦，想杀骑士吗？对，想杀骑士这个样子。骑士吗？对，想杀骑士这个样子，但是不太好杀。这2波牢笼没有说是贴近。完了，自己进迷宫里了。对，自己进迷宫里了。哎呀，还在外面。不过还2下平 A， 没办法呀。强行拆牢笼。闪 A。接到一个。有化血为夷。对，魔师直接强行出来，然后要打4跑。救了就4跑喽，救下来就4跑喽。对，但是小门在点了，他也没办法关小门。是的，现在阿卡压力很大呀，因为他知道这个他门开了，但是为什么不走？肯定是有人有化险为夷的。他现在应该猜到是魔师带的化险为夷。
4跑是什么概念？4跑甚至转劣为优了。对，这边魔哦，术莫奈是直接过来牺牲自己，莫奈牺牲自己，然后让魔但是术救。没看到那边的魔术师，魔术师在圈外，魔术死了，能平，能平，我的妈！真的，感觉能平。这个真是搏一搏，单车马上要变摩托了，再看一看，再看一下，打倒了！这样子甚至可能连平局都没有了。那心理学家现在得被迫过来救人，心理过来来得及吗？好像来不及，因为心理学家刚才的位置是在小门的，这样甚至有可能要4抓呀！对，这一波搏单车都没了，单车都飞了，轮子不见了，愿力很多，把他抓了，交自愈也没用，八字龙过来，钻过去，应该是走不掉的。再骗，喂，砸个头，这个火力很秀，自愈起来救人，自愈起来救人。但是化险为夷在椅子上，对，化险为夷在椅子上，就算能抓，他们必须3跑才有下一回合的机会。没错，死抓飞行就好了。对，而且飞机这边是没有自起的，击倒之后黑龙翻不了，只能钻，倒了。对，那应该是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平吧，平就够了，平就够了。你再拖一会儿，心理移情魔术师化险为夷一套，还是多呀。他现在要赶的话，我觉得赶那个魔术师会不会好一点？就是要不就直接用围龙去挂人，挂到地下室去，你觉得呢？我觉得这里2个围龙可以挂地下室的。是的，完全可以。但对于阿卡来说，他现在感觉有点杀红了眼，就是我就要去打一刀。对，反正飞行家也没自愈，然后移情了，心里选择牺牲自己，保一个满状态。要换位了，但是还得再换一下，一个牢笼是不够的。他在等，对，等时间。等这样的话，这样钻过去以后，围龙消失。这个点的话，除非说4号机刷地窖，然后并且你那边还有走完手段才能解决，否则的话应该是，4号没地窖啊。对，还是得来救一下，搏一下，因为不平了就没了。对，没有任何机会，而且你的3抓跟平局唯一的区别就是数据好不好看。反正都是掉2个净胜。虽然你3跑的几率无限趋近于零，但至少不为零。啊！魔术棒一交偷了，要扛到大门吗？但是其实跛脚羊他根本不把你扛到，对他甚至可以直接打这边的魔术师。他围着你怎么你得拆龙啊？没错。你看走不了。他就直接等化险为夷时间结束，一直顶着还卡位。这离大门老远了，再去拿魔术一刀，哇！这感觉阿凯这边是真杀红眼了呀！就他想试，他想都抓，对，我已经愿力不够，移情过去吓他一下，移情过去吓他一下，对，让他以为自己有愿力，实则没有，至少把他架回来了。还不挂飞行家，反正飞行家没有不急。哎呀，愿力不够了，那稳跑了，挂吧，还是挂吧。挂了，先平。你不要还要勾引魔术师过来救，魔术师只能来啊，只能来，这波来，真的爱莫能助，就爱莫能助了。那也是恭喜阿 C 再一次获得胜利，开赛4场，100%胜利，状态非常好。